大家好，我是來自寶島台灣的歷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也是來自寶島海南的，但是現在人在法國艾維昂來班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驍，歡迎來到視頻播客島島連線。哎呀，今天的島島連線又很特別了。最近我們呢，這個是相當漂泊啊。就是錄製的這個時間跟地點呢，確實有一點這個不太穩定。要不然是你出差，要不然是我旅遊，要不然是你回來了，要不然是我出差。是的，但是大家的敲碗聲我們都聽到了，所以趕快呢，在各種困難之下，我們一定要找個位置給大家來錄製一下。而現在啊，最強實境秀在哪裡？就在王驍背後的那個板子上面寫着一個大大的 G7哦。Group 7， 那這個 G7 呢 ，Group 7之外呢，其實他們當年是想要當 Great 7， 對吧？七大列強，在台灣的翻譯語件裡面啊，我們一直叫做七大工業國。這個當年翻的是挺精髓的，不過這個翻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人家說台灣人翻譯喜歡信雅達嘛，那現在呢，既不信也不雅也不達，哎呀，這真是糟糕啊！這個 G7 還真的變小團體了。那因為今天驍哥呢人就在 G7 的現場啊，所以呢，我們今天想要呢來聊一個脈絡。大家知道現在呢世界上啊有幾個事情值得我們來做個觀測。第一個 G7 現場。川普的臉是臭到不能再臭了，好，甚至呢寧願跟馬克龍的太太多握兩隻手，也不願跟馬克龍握手，這是一個太有意思的現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呢，伊朗的和談內容是一變再變，一戳再戳，不過看起來好像談，那可是現在有一個意思是，美國人反而罵川普，你這個賣國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川普可能臉色不太好，也許跟這有關係。那另外一時間呢，現在的歐洲還在打仗，因為俄烏的戰場前線衝突的烈度急劇上升，那這也讓歐洲蒙上了一個陰影啊。那在這個整個動盪的局勢當中呢，有一個人呢高舉着和平繁榮之旅啊，那去了美國呢整整半個月。終於回到台灣了，這個是鄭麗文。那他到底有什麼收穫呢？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些人忙着在戰爭，有些人在和談，有些人在宣揚和平的理念。那這幾個關係呢，怎麼透過島島的視角把它串在一起呢？大家今天就好好的來看一下。那當然，首先我一定要來請教一下驍哥，你現在在 G7 的現場，你看到什麼？還有這次的 G7 為什麼在大陸的網民裡面被認為這就是個小小會議？太慘了吧！當年的七大工業國、七國集團、七大列強。怎麼曾幾何時變成今天這樣了？真的是，我覺得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你不能不說啊，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我們這次來參會的一個記者證。然後呢，給大家看一下啊，一般來說，這個記者證呢，它應該在外面搞一個塑封，但是呢，它的理由啊是環保，所以呢，它就給那2頁紙，把這個紙啪蓋起來。我旁邊是李翔，他的紙呢，由於他這個工作坐姿不太好，這已經被折到了。我說還好你是折到中間啊，他如果把2維碼給折到的話，他就進不來了，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這就是這個小小的一張紙呢，就已經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映這個世界的一個小小的局勢，就是工業國現在是那個既沒有工也沒有業，既沒有製造能力，也沒有整個產業的這個供應能力，它慢慢都在衰落下去。這就是我能夠一個很直觀的一個感受。然後呢，這次呢，媒體就坐我們這個對面的是一個歐洲的媒體，然後呢，他就跟我們聊的時候呢，他就會聊到說，現在這個，哎呀，中國這個新能源汽車實在是太厲害了。因為我們一開始見面的時候，他說他是跑這個布魯塞爾就是這個歐盟的這個總部嘛，然後馮德萊恩這個跟這個中國關係也不是很好。然後我說以前啊，最開始這馮德萊恩這個批判一下中國的時候呢，我們還覺得，哎呀，我們要這個報道一下。這現在呢，這馮德萊恩呢懟幾句中國呢，我們都已經不在意了，嘴太多了嘛。然後他說，哎呀，是的，他說這個中國這個新能源汽車實在是太厲害了。他說他們現在也想買那個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但是呢，就是因為這個叫做中國的這個配套還沒有進入歐洲，所以他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很好的買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因為他們很多的歐洲人是住在那個村鎮裡面的，他們其實不是住在城市裡面的。他如果住在村鎮裡面的話呢，維修等等還是一個麻煩的事情。所以他說這是為什麼他們還在這個購買歐洲的新能源汽車。比如他說他們家剛剛買了一輛就是那個大眾的新能源汽車，但他說他們也是非常希望買到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是這個樣子。然後呢，我們這個昨天不是領導人會面嘛？領導人會面的時候，我們也看了一些這個現場的那種直播報道。有幾點我覺得很有意思。第一個是這個馬克龍的形象，馬克龍想要表演出一個非常自信大國領導人的那種感覺。因為這一次啊，又是法國坐莊，來強調啊，30年後 G7 會議又回到了這個艾維昂萊班。艾維昂萊班就是那個依雲礦泉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依雲礦泉水就是
Evian， 這艾維昂就是這個意思。其實我覺得依雲來搬，所以很多地方是可以這個直接喝到這個飲用水的。比如我翻轉一下鏡頭，你看到嗎？對面那個兄弟打電話旁邊有這個依雲礦泉水的指引。這馬克龍的整個形象呢，他這個見各國領導人，甚至集體照相的時候，總是一只手揣在褲兜裡面。我們就說啊，一只手揣褲兜裡面確實是挺帥的，但是呢，你如果一直揣，給人一種頭髮梳成大人模樣的感覺，小地方的人冒充大國領導人的這種感覺，就是你壓不住你的這個心裡面的擔憂，所以你只好用雙手插兜來想要彰顯你的自信與從容。对，就是他在迎接領導人進的時候嘛，那個澤連斯基也來了，然後澤連斯基呢還是穿着那套非常就是戰鬥服裝，這個馬克龍就是單手插兜跟他聊天，好像在給他上課，要營造一種就是大哥給你講一講啊，你現在的情況大概是什麼樣子的，好吧，我們還是會繼續支持你的，然後呢，我會想辦法讓你跟這個特朗普見一面啊，好吧。等等等等，就給人這種感覺啊。但是進了這個會談的那個圓桌的那個室以後，那個房間以後特朗普不是也來了？特朗普呢，很明顯前一天過生日過得有點累看拳擊賽，然後呢，這個剛剛完成了他一個新的這個成就，白宮格鬥賽裡面這個冠軍把他的這個獎牌贈給了偉大的特朗普總統。特朗普肯定會說，哎呀，又贏了一個獎牌啊，簡直是這個美國再次偉大。但是呢，老頭過生日過得爽啊，但是這個第二天不是倒時差了嘛，所以說你也不知道他是疲憊還是不高興，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那麼他就來到了這裡，來到這裡之後呢，还可以看到什麼？還可以看到馮德萊恩見到特朗普握了一下手。我不記得大家還有沒有印象，以前不是這個摩洛哥的那個太子，他怕別人親他手嘛，所以有一段那個短視頻，就是他每次跟他的大臣握手的時候，大臣一想要下去親他的手，他就趕緊把手抽回來。對，我就覺得昨天馮德萊恩跟特朗普的那個狀態呢，跟那個摩洛哥小王子很相似，想上去握手，但是握完手呢，趕緊就走了，趕緊跑到一邊去跟這個馬克龍擁抱，跟這個其他的人擁抱，因為他怕可能再待多一點時間，特朗普就會跟他說加錢，我這次來你要多加錢，可能是這個樣子。但是呢，另外一邊呢，就是這個德國總理默茨，哎呀，很會做人，所以我們說你看德國企業去中國去多了，慢慢的這個德國人也學會中國的人情世故了。斗王都能夠在北京的當下立刻學會了，他這個立刻拿出了一件禮物，德國隊的球衣，不是現在這個世界杯嘛，上面寫的特朗普47，就47任總統，就這樣子送給特朗普，特朗普很高興，但是我覺得可能這個還是拍的沒有盡善盡美，我覺得可能叫什麼特朗普 Only One 可能會更好一些。然後呢，他看一看那個球衣，覺得還不錯，然後呢，這揉成一團放在一邊。所以我就說現在我們這個昨天聊完了之後呢，很明顯聊的呢就是不是非常的愉快的，因為其實呢，在這期的這個宣傳冊裡面，現在大家看一下，其實大家要關心的事情就都在這個宣傳冊裡面。就是馬克龍呢說，他們要關注的是，比如說全球發展和共享全球發展，更新國際夥伴關係，然後呢加強，尤其是關鍵礦業價值產業鏈的一個連接，然後呢是這個共同抗擊癌症，共同打擊毒品交易和金融犯罪再比如說這個在互聯網上保護少數群體，反正你一聽非常歐洲充滿了進步價值。但是我們要說到，就是所有的會議其實是兩種嘛，你把一堆領導人給弄到一塊來，然後呢你出一個聯合公報也好，或者說一個叫媒體通稿也好，但是媒體通稿一般是公務員寫的嘛，公務員一般寫完這個媒體通稿之後呢，他會寫很多的方面，那很多的方面你也知道，就是公務員是要幫你面面俱到的，但並不代表大家坐在一起真的會聊這些事情，這是不一定的。那麼大家聊的其實是什麼？其實就是為什麼現在的 G7，我覺得它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一個叫做一個很尷尬的一個環境裡面，就是以前的 G7真的是如同你刚才所說的，台灣的這些翻譯7大工業國集團，以前的 G7它真的能夠決定世界發展的走向，而今天的 G7它的產值已經掉到了全球的1半以下，然後呢，尤其是工業增加值更是掉到了非常非常後面的這樣的一個情況。而且呢，以前的 G7或者我們說西方，它是屬於鐵板一塊的，而今天呢，你 G7開會其實是叫做 G7開會反而可能比不開會還尷尬。你以
前開會呢是為了促進西方陣營內部的團結，而現在呢 G7 開會反而會加速 G7 的崩壞。這讓我想到北約不敢開會了，北約今年可能不開年會了。以前是開會才能談得好，現在是一開會，由於特朗普一來，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聊。如果美國退出 G7，那 G7其實就約等於無；如果美國退出北約，北約约等於無。所以說現在已經成了，就是說你開會反而會對這個組織造成不可逆的傷害，這是現在一個尷尬的地方。然後呢，我就說，那你就最後變成什麼了？變成了表面上聊的可能是这些很进步的话题，但是呢，背地里或者說真的關起門來之後，領導人們真的要聊的事情，其實就那幾個，就是安全，就是安全敘事。你放在歐洲開這個 G7的時候呢，你就不用想 G7最大的話題或者歐洲人最關心的話題，第一是俄烏，第二是中東，然後第三就是稀土，就是這幾個事情。但是呢，你說這幾個事情它的核心關鍵在哪裡呢？在美國呀，你跟美國人聊就好了呀。你以為這些事情是你跟澤連斯基能聊出來的嗎？你肯定是跟特朗普聊出来的呀。中東這個事情，這次不是他請阿聯酋和卡塔爾的那個領導人也請過來了嗎？你跟他們聊有什麼用啊？這些事兒你不是跟特朗普聊嗎？那你发现跟特朗普聊不動啊。然後呢，馬克龍這次你以為他在開 G7，其實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想辦法如何能夠把特朗普留在法國。所以你看他挑了一個這麼遙遠的地方，然後呢，他又跟特朗普說，等 G7會議結束了，您先別走，我在凡爾賽宮給你弄了一個大 party， 特別像國王待遇。特朗普肯定就喜歡這個東西嘛，你去凡爾賽宮參加這個國王待遇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說不得不說 G7 呢，它已經變成了一幫其實對世界沒有什麼影響的一個發達國家。我們不能說這些國家不強，它對於很多小國來說，法國呀、英國呀、意大利呀、什麼德國呀，還是非常強的。但是就是你已經不能決定這個世界的一個局勢了。我們也不去小瞧這些國家，我們也不去這個就是貶低這些國家。但是確實，我們從今天的國際局勢和國際的走向來說，大家都能夠看到這個趨勢，就是你已經解決不了事情了。這個是我們的一個認知，這是我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 G7本身它談的事情反而沒有那麼有意思，而是 G7它後面沒有談或者談不攏的那些事情，反而是對 G7最有壓力和最有衝擊力的這些事情。而且呢，這次 G7你還會看到，他又請了很多的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來，比如說這次請了印度，請了巴西，然後呢還請了誰？還請了南非。但是呢，一開始請了南非，後來突然又不請南非了。那大家知道南非跟誰的關係不好，或者誰跟南非的關係不好？特朗普跟南非的關係不好。也就是說，他其實是想把金磚國家拉進來的，因為金磚國家他首先是他請不到那個中国，他不可能去請俄羅斯。因為從中國的角度來講，如果中國去了，相当于中美領導人會在法國會晤，就我不可能嘛，就是你馬克龍來制定議題，然後這世界上最強大兩個國家了，我憑什麼在你這會晤啊？就是我幹嘛給你這個面子啊？你歐洲人有什麼能耐讓我給你這個面子？所以說他不可能說同時讓請到中國，然後呢他又不可能去請俄羅斯，那麼金磚國家就只剩下另外3個，然後另外這3個呢，南非特朗普又不喜歡，所以他只能請到印度和巴西。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就是今天世界的一個局面，就是你想拉攏人，你還得看大哥的面子，那你到底算什麼呀？你在這裝大人。所以啊，我就說現在這個以後這期會議啊，可能唯一的意義啊，就是這些領導人過來走走朋友，然後呢享受一下酒店，享受一下這個美食就夠了，他們也可能做不了什麼事情。一幫對世界呢沒有決定權的國家在這裡裝作對世界有決定權。我想 G7的目前最大的問題就在這，那個往日榮光哦，反而變成他們的枷鎖。當你找了越來越多，其實大家就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所說的叫做 middle power， 所謂的中等強權。中等強權拉進來的時候，其實是稀釋了你 G7自身的能量啊，因為你已經不是那個一呼百應的人。但是把這些人拉進來的話，既稀釋了 G7的能量，也拉抬了這一些所謂的中等強權的一個這個強度。所以我覺得 G7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剛才其實我們討論到一個點上，現在的 G7它缺乏關鍵力量，也缺乏證明自己的實力。你 G7如果真的行的話，你應該在歐洲的部分你要結束俄烏戰爭。但顯然美國人比你還有決心，美國人做的比你還狠，就是我就被罵喪權辱國，我也要幹。這個是這個美國至少他在當機立斷方面，我覺得比歐洲是明確的多了。而且現在歐洲整一個就在心態上面是個守勢，他現在不是他能夠結束俄烏衝突，你看這個心態是不一樣的。特朗普叫做他要解決俄烏衝突，雖然說他也很難解決，但是他給別人放的話是他要解決俄烏衝突。然後呢，歐洲這邊呢，他放的話是什麼？他害怕特朗普繞過歐洲直接去解決俄烏衝突，就相當於你把你的命運寄希望於一個你完全不受控的一個人手上。對，所以其實這是現在歐洲最大的弱點，他沒有主心骨，而且歐洲的領導人
這幾個這個主要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除了意大利的 Meloni 之外，每個支持度都在比低了，而且是低到令人髮指的程度。這個如果照蕭哥說的德摩克拉西的標準啊，就是我們說的西式民主的標準的，那全部回家當掉當肥料。好，那這個馬克龍當然是他是第2任任期可以保護自己嘛。那另外就德國，因為他們沒有這種頻繁換相的傳統，他們的這個首相一幹很多年哦，幹個8年、10年、16年的，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常態嘛。可是默茨現在頂着就是15%左右的支持度，整天被這個另類選擇黨的魏德爾洗臉啊，因為這個另類選擇黨，我那天才看的這個魏德爾又發了一篇，說你們只會談論戰爭，我們要和平，哇，講的慷慨激昂，原來要和平也可以講的慷慨激昂，所以和平不是躺平啊，和平是要奮鬥啊，和平奮鬥才能救中國嘛，所以呢是這個樣子啊。那還有英國斯坦默，那這地方選舉大敗到幾乎要在威爾斯消失了嘛，啊，那很多地方基本上選這個英國改革黨 Reform 摧枯拉朽之勢，雖然這個工黨說我們沒有輸，因為保守黨輸得更慘，所以我還是算贏了。你有沒有看最近英國現在整個社會在鬧嘛？不就是那個锡克教徒把那個英國白人給捅了嘛？捅了之後，不是警察去抓那個白人，而沒有抓捅人的人。对他們來說，就是種族歧視這個事情，反種族歧視這個罪比捅人這個罪還要大。英國警察現在變成宗教警察了呀，傻分不清楚啊，到底是伊朗是宗教警察，還是你英國是宗教警察呀？你知道之前在英國有個事情是這個英國本地的白人女子還有未成年被非法移民強姦，結果非法移民幾乎沒什麼事情，反而是舉報這些非法移民的人惹上了官司。好，所以其實整個歐洲你可以看到 G7 裡面本來過半在歐洲的，7個有4個在歐洲。以前 G8 的時候，那是俄羅斯也在歐洲嘛，那代表是當時歐洲的這個影響力。但是其實隨着整個歐洲在全球的份額的下降，而且降得很快很離譜，加上移民的進入，整個歐洲的軟弱無力，其實構成了這次 G7 的底色。它不是比重降低，它是增加值在降低，增加值降低相当于你不創造新的東西，就是你就在吃老本，然後你那個老本就越來越少了，這是它最恐怖的地方，就相當於你不創造新的機會。你說你不創造新的機會，你放那麼多人進來幹啥呀？無恆產者無恆心吶，他都沒有工作，然後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幹啥。你除了創造這種社會矛盾，你還能幹什麼？所以這其實就顯露了這個 G7它30年，你看這國際地緣政治的加速是很明顯的。這另外驗證了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個缺乏中美真正參與的狀況之下，美國這次來很明顯就不是在認真參與嘛，這次來真的是全程擺臭臉，而且呢要求這個要求那 G7 沒一個能答應的，這是非常的尷尬。那你看這個去之前高市早苗那簡直清單拉的有夠長啊，還要建立共同戰略儲備啊，我都想說你高市早苗是共同戰略儲備，我歐佩克都快散架了，你這個共同戰略儲備你建得起來，那也是挺厲害的。我昨天還跟那個李翔聊呢，我就說他說那個高市早苗來，然後要跟歐洲說找尋一個呀排除中國的這個關鍵礦產戰略儲備的新的方案，然後我就開玩笑嘛，我說高市早苗來找歐洲人，歐洲人像傻眼了，歐洲人心想我還要找你呢，結果你來找我呀。所以這就很有意思，因為大家還記得上期我們導的時候，或者是最近我們一直在談一個東西嘛，從 G2 談到這個全球外交的北京時刻，其實都有緊扣一個核心，以及中美關係是現在全球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首要的一個定海神針，中美之間拉可下來。但這個不只是中美之間互動的問題，就是它可以基於中美之間的互動外溢，但是它也可以是基於中美有沒有去參加這段關係。就像是我們對比最明顯就是 RCEP 跟 CPTPP 兩個的熱度完全不在同一個量 ，CPTPP 都快涼了，對吧？所以這個概念在這裡，因為整個中國崛起的過程當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當中，現在已經來到了一個節點。那當然，我說的中，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可以把2給放棄，就是說中美2 G2 啊，這個概念是這樣。當然，我還是要再次澄清啊，因為每次都在吵這個。這個 G2 不是指霸權的意思，而是指說這世界上有2個 Great Power， 而這2個 Great Power 就是最強大的國家，他們已經實質上成為影響這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還有秩序的定框。我想這個才是我們在 G7 裡面所看到的。當川普高聲嚷的 G2 的時候，什麼是 G2？ 這一場 G7 就告訴你 G2 是什麼。那個 Great Seven No， 7大工業國 No， 7國集團小圈圈。所以這個就像剛才蕭哥說的，工業都沒有了，既沒有做工的能力啊，也沒有產業的能力啊，那還剩什麼？那可是我們再往前推哦，這個 G7 以後可能就變成半加加9，但是伴着整個歐洲還有一個很大問題，就是俄烏問題跟伊朗問題之間有顯著的對比。伊朗問題
現在很明顯，華府幾乎是一個做認賠殺出的一個立場在做。雖然具體的內容到底會不會得到完全的遵守什麼，我們今天先不討論。但是我想討論一個氛圍。這邊來請教蕭哥，就是說，你看現在華府或者是美國已經在批判川普就是個賣國賊，因為你所答應的那比戰前還要更拉垮。好，比如說這個要解除制裁呀，而且這個解除制裁是全方位的，不是只有石油哦，還有被凍結的伊朗的這個幾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還有這個未來呢，這個伊朗的相關，比如說它的民用採購啊等等的，它不能再去做限制嘛。那其實我就看到的是一個很有趣的點，美國是很大程度的趕快去阻止戰爭，因為他知道他做錯了，從實質上來說他知道他錯了，但他不會認就是了。而歐洲卻繼續死鴨子嘴硬，讓俄烏繼續打下去，因為很明顯的烏克蘭是要戰敗，但是歐洲又打了一帖600億歐元的貸款，那這沒完了。然後呢，又給波蘭呢搞了一條1點多兆台幣啊，大概是2500億多左右的人民幣的一個這個量級啊，現在呢還放在就是波蘭來讓它擴軍，所以這其實形成了一個很巨大的溫差，就我們從 G7 跟所謂川普稱之為 G2 的中美外交的季代，就中美的雙邊關係對比，就 G2 比 G7，美伊比上俄烏，其實它的溫差很大，而這也決定了接下來的世界多極化。我認為歐洲的缺席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一個狀況。對，歐洲現在也在嘗試自己的有什麼樣的方法。我也是最近也是綜合了各方面的一種意見和觀點，然後慢慢的我覺得形成這樣一種叫做每一個大國或者每一個叫做大的綜合集團，它在形成自己的一套打法。可以這樣說，以前我們不是聊過嗎？就俄羅斯它可能會這個叫做第4世界的領袖，所以我就說未來會形成4個帝國。大家注意啊，這個帝國我們是一個中性詞，我們不是說那個就是帝國主義而是大國的意思，就是強權的意思，就是强而有力的强权啊。美國叫做軍事與關稅帝國，它有超強購買力，然後呢，它用設關稅的方法來跟你進行 battle。因為中國是貿易帝國，但是由於中國又是工業帝國，所以說就是現在跟美國呢博弈的有來有回，因為2國手上的牌最多嘛。然後第3，歐盟呢，它現在叫做規則與價值觀帝國。怎麼說呢？就是歐盟或者歐洲人他已經沒有辦法進行對外釋放、對外投射，但是歐盟和歐洲有這麼一個好處，就是呢，在目前這個節骨眼上，歐元還是比較有購買力的，是僅次於美國的一個比較好的出口市場，相對其他的市场，比如说印度啊，比如说什麼這些，對吧？它是比較守這個商業契約的，所以很多做外貿的人呢，他們會說美國的這個市場好，然後歐洲的市場好，他們會願意去歐洲的市場。那但是你要進歐洲的市場，你就要遵守歐洲的規則。所以歐盟在用自己這個7億人的消費市場來給大家提規則。比如說中國的企業，它為了能夠進歐盟，它就要遵守歐盟的很多的那個貿易規則和商業規則。由於歐盟的規則是全世界最嚴的，所以當你進了歐盟規則之後，然後呢，你可以把那個規則再去其他地方複製，你會覺得壓力沒有那麼大，因為他們是最嚴的。所以這個就是我說的歐盟在形成價值觀和規則帝國。我們不好說啊，就是歐盟現在明確是守勢，然後呢，俄羅斯現在它在嘗試變成一個資源和能源帝國啊，就這樣子。這個是我們說的目前形成的這個幾大趨勢，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好像剛才歷史哥你也說了，就美國它现在已經開始進入到自己的一個你說一個新的一個環境中，對吧？就是你剛才也說這個美國人民啊，現在認為特朗普哇簡直是賣國賊，然後美伊協議呢你也是搞不定，就你把大家拉進一個毫無意義的戰爭，現在呢你要進行一種就是喪權辱國的協議。哎，我其實前幾天我跟我那美國的同學聊天嘛，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那個很久沒有讀沒有回的那一個嗎？不是他還沒有開始跟我聊天。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狄東升老師跟王驍的對談。是另外一個朋友，就是純中部的美國中產，就是美國公務員，就是地方政府公務員，他是那個地方消防局的。然後他就跟我聊天，因為他以前非常支持特朗普。哦，redneck，所以他是標準紅脖子咯。他也沒有那麼標準，因為他不是農業州的，他是公務員嘛，其實也坐辦公室的，就老白吧。他就說 ，Did you see about the UFC event last night？ 就是說你看沒看那個 UFC？ 他說 ，Very end of Roman Empire feel。他就說很有一種羅馬帝國末期的那種感覺。然後呢，他說，哎呀，這個特朗普已經失去了他的尊重。他說他當年選特朗普是因為呢，他想要美國第一的政策，想要這個工業化，想要這個國家主義的政策，還想要一個美國文化的復興。結
果呢，他們得到了 AI 大數據中心，然後呢失去了工作，然後呢得到了以色列第一，然後呢得到了大量的這個右翼硅谷富豪，帶來了更加糟糕的企業文化。然後他說，現在這個國家真是讓人覺得實在是太失望了，就是這樣子。而且我跟你說，他以前是超級啊，就是他是可以跟別人辯論的，就是你想一個公務員，一般公務員他是不太參與，就是你知道吧？行政中立，行政中立。然後他是跟着大量辯論的，就是而且他在教會裡面也跟人辯論，在什麼吃飯的时候也跟人家辯論，他是非常非常支持特朗普，行動見證派。現在有點尷尬了哈，他這個應該是屬於說我穿威武，我穿威武，突然之間我穿不威武了，太尷尬啊。其實從你這個角度觀察，就可以看得出一個事情，其實美國的老百姓為什麼給予川普這麼糟糕的支持度？川普前陣子稍有起色，現在大概常態維持在支持度25%負的狀況。好，60%反對他，35%支持他。那這個裡面所反映出來的溫差，我剛才特別講這個溫差。歐洲的狀況就是，你剛才說到歐洲，它就透過這個秩序嘛，透過這個規則來鞏固它自己的內部。可是問題就在於說，要鞏固這內部，要有和平作為繁榮的基本支撐，否則你歐洲的市場大量的外匯不斷的流到了美國的口袋裡面去，因為你一直在跟美國採購能源，然後你額外花費了很多的錢消耗在前線，因為大家知道戰爭財啊，一旦打出去啊，除了一部分會回到現金流裡面之外呢，很大部分它會消失的，它是放煙火就把它放掉了，所以它是沒辦法回收的。因此呢，整個歐洲的內耗，它其實具體就呈現在這兩場戰爭的這個溫差裡面嘛。現在俄烏又加溫了，轟炸各種方面的強度越來越高。當然，俄羅斯的狀況也是不好。你看最近掉了一架圖九 M2 嘛，這個戰略轟炸機，這個非常非常要命啊，因為這個飛機掉一架少一架。當然，同一時間美國也同場加映嘛，這個 B-52同溫層堡壘8個引擎可以掉下去，真的是蠻屌的。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兩場戰爭顯著的打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樣態，就是溫差是有的。歐洲繼續拖，導致它的經濟越來越糟糕，越來越冷，整個政治越來越沸騰。歐洲的正常人更加的往極右翼去靠攏。其實所謂極右翼是被建制派所攻擊的，本質上他們只是恢復到常識。這個時候，川普所說的 common sense 還真的就是真的 common sense。你看這個魏德爾這些人哈，或者是國民陣線這個勒龐，他們講的不過就是一個很正常的邏輯嘛，就國家該咋辦咋辦，那就點這樣點正常，然後他的選民已經覺得太好了，終於有人替我們講話了，所以這個支持度哐啷一直往上升。然後呢，這些所謂的中間派、建制派、中間偏左、中間偏右，所謂的傳統很厲害，結果呢，哐往下跌。那天我看你跟狄東升老師聊了一個概念，我覺得可以引入在這邊啊。他們是第二國際的叫做殘存亦末路，第二國際的殘兵啊，堅持在這個道路上僵持不退。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歐洲最大的毛病，他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跟不上現在全新的國際局勢的發展。而且呢，馮德萊恩最糟糕的點是什麼？你就討厭，你也得上去跟川普又摟又抱，看看高市早苗好不好？人家至少做得到，你連個樣子都做不到。我說實在很丟臉，因為你作為一個歐洲實質上的最具影響力的人之一，然後是歐盟的領頭，結果你連一個戲都演不了。你看他來中國的時候，他來訪華的時候，那簡直連演戲。我老實講啊，說真的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好待客啊，有禮待客啊，不然真想把他攆回去啊。那個臉是什麼東西啊？就有時候客隨主便都做不了。如果當連一個戲都演不下去，然後又整天端着自己的道德價值觀，整天批判別人，然後結果自己英國動不動就想把難民送到盧安達，那你有什麼臉好說的呢？所以我覺得歐洲的衰弱啊，這個 G7裡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很多層次的原因，意識形態的僵化、產業的落後，各種方面，還有歷史的包袱，還有對俄烏戰爭那個舉措不定，你到底要戰要和，總得有一個嘛，對不對？總不能學教皇吧，对不對？當年這個亞維農的要求怎麼來的呢？是戰是和，我選擇我都不選啊，所以最後教皇你原地驗民生嘛，那這歐洲現在就是個大號驗民生嘛，這個他進入驗民生時刻，他啥都就假在那邊。你說繼續援助嗎？他也拿不出大款項。你說不援助嗎？他也拿了一點款項。然後呢，這款項有些虛報的哦，你看那個報2報1也在給人家報，你看這個只是怎樣？這個你就隨便報，而且報2報1修復之後用原價報，這簡直是亂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對比過來這個溫差，在伊朗這裡我覺得就比較有意思。伊朗的話，至少美國認賠殺出的能力是有的。所以我最近有個理論嘛，我剛才也跟肖哥分享了，就是呢，美國的3種方法，他囂張
到了不起的時候，我天天惡心你，骑你臉上，叫做邁克喬丹 （Michael Jordan） 時刻。當我打不贏的時候，沒關係，此地不留爺，自有朋友來啊！我就繞朋友繞下低，所以呢 ，Not one, Not two, Not three， 好，要到 Not seven， 我就變 LeBron James， 我找德文衛 Chris Bosh， 我抱团怎麼樣？這對應的不就是後冷戰時代一超多強，老子邁克喬丹？你看那時候 NBA 不就是回應了這個時刻嗎？再來進入2000年、2010年的時候，美國因為次貸風暴真的是逐步江河日下，這個時候就趕快抱團，所以全球圍中。我找奧巴馬說重返印太啊，然後呢，這個川普1.0開始所謂的中美貿易戰，拜登搞小院高牆。這個新冷戰到就是團爆嘛，結果發現團爆了半天也爆不贏，怎麼辦呢？進入第3種神奇模式，凱文杜蘭特時刻，當我打不贏我就加入，所以呢。川普就到了北京啊，這個就是他的這種3種樣態，他已經進入第3種樣態，但是這個甩尾的力道很大，不是每個人都跟 Kevin Durant 一樣可以快速變陣，所以這時候就會有很多 Russell Westbrook 被留在原地，他不知何去何從啊，就跟忍者龜一樣啊，你知道 Westbrook 有個綽號叫忍者龜嗎？就不知何去何從，他咋辦呢？這很尷尬，非常的尷尬。所以小哥，這個其實這個辯證，從川普被罵賣國賊也不在意這件事情，我們是看的其實有點透徹，而川普這輩子都在扮演這個角色，反正打不贏我就跳嘛，大不了破產嘛。他不在意這個事情，他其實也不在意美國人，因為對他來說就這一屆嘛，所以他其實不在意美國人，他在意的是如何讓自己解套，然後呢，如何讓自己可以延續自己的這個政治影響力吧。因為他卸任了以後，肯定還是希望讓他的家族繼續往裡面滲透的。對，你這個是不得不說，就是他作為 MAGA 體系的這樣的一個掌門人，他肯定是已經不在乎美國的老百姓了，然後呢，他也不在乎美國什麼樣了，他其實就在乎他自己的一個個人的評價，還有他的政治影響力是否能夠繼續延續下去，這個其實就是特朗普最在意的事情。然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這一次的這個伊朗的這個東西，你如果關注的話，不是大家就問嘛，就是說現在這個外媒有一套美伊這次和談大概是什麼樣，因為我們現在錄的這個時間美伊還沒有和談，但是我們節目出來的時候，應該美伊已經那個簽完了。我們現在這個情況就是說，外媒現在已經有一個列表，叫做美伊大概談了什麼東西。其中呢，很好笑的就是伊朗和美國在戰爭發生之前，伊朗就已經探討過，就是說我們可以不發展核武器，但是呢，你要讓我保留我的核設施。結果呢，這一次這個列表上面就是不發展核武器，保留核設施，保留濃縮鈾，而且呢，美國還要給3000億美元去幫助伊朗搞發展，然後呢，還要讓大家把伊朗海外凍結的資產給解凍。然後大家就問，那你跟這個當年奧巴馬談的這個東西有什麼區別啊？你從17年、18年上來，你把這東西推翻了，然後你現在搞這麼一個東西來，折騰了快10年，然後死了這麼多人，你為什麼呀？搞這出？這個萬斯副統帥給了大家一個解答。萬斯副統帥說了啊，就是說，第一啊，這個錢不是美國出，是周邊的這些國家出，所以呢，不是美國給錢，這不算是美國的賠款。第二，就是當年奧巴馬是求着伊朗談的，而這次是這也能贏？這一次是特朗普總統打出來的結果。打出了一個霍爾木茲海峽管理局，可能挺好，挺好。我也不想去討論什麼，因為我覺得就是特朗普來北京訪問的時候，我們不是也聊過嗎？大家外界分析，他可能是要聊中國能否協助他打開霍爾木茲海峽，要求中國買大豆，要求中國買波音。然後當時我不就跟你說了一次嘛，我說聽起來很好，但是大家發現沒有，2016年前這3樣都是成立的，根本不用談。我都不知道現在這個世界在幹什麼，就感覺好像2016年的那個世界啊，在不斷的在 call back， 就2016年那個世界不斷的敲白宮的門，說你看看我呢，你看看我呢，我在這兒呢，你鬧什麼呀？反正就是很好笑。所以我覺得你說要不要評論這個事情？你說我們作為這個時政評論員，我們好像是應該評論一下這個事情。但是你評論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哎呀，簡直就是你也不知道我們到底是評論政治呢，還是評論相聲，搞笑的不得了。然後呢，這個現在簽約的這個地點也是一變再變，就是先去日內瓦，然後呢，現在又改到一個瑞士的一個小山裡面。可能是因為這個日內瓦已經由於這個 G7 法國人
跑到日內瓦進行了一種法國式的抗議，然後把日內瓦打砸搶了一番。瑞士人也很苦惱，就說：“哎呀，我们也没办G7，結果你把我們給打砸搶一番，換到一個小山裡面去，這樣的可能是讓這個美方或者說什麼覺得更安全一些。那麼丟人的事情也不好這個大張旗鼓。所以我覺得聊一聊簽約之後的世界吧。歷史哥，你覺得簽完了之後這個事件怎麼樣？或者說你那邊不單單是台灣民間啊，因為台灣的這個民間確實是對國際政治的關注實在是太少了。但是我覺得，比如說你跟知識界的朋友、跟政策界的朋友聊的時候，他们會如何看這個事情？我想有一個事情，我先來 echo 一下，就是說美國這個甩尾，其實台灣人目前適應的能力還是蠻差的，因為台灣的知識精英幾乎都是受到美式教育的一個影響，再不了就是過個洋墨水嘛。比如說賴清德最近有一個巨著吧，就是他在用英文發表演講，那念的都不能叫結巴了。我就想說啊，他應該去看一部電影，叫做《王者之聲》（King's Voice） 啊，學學看怎麼克服結巴的問題啊。因為大家知道，當年英王喬治六世啊，因為被這個他的哥哥愛德華這個丟了個爛攤子嘛，啊，不愛江山愛美人，所以臨時這個接了這個國王啊，所以要對大家有一個 great speech。啊，非常偉大的一個發言，要安定英國人心。他有口疾啊，所以呢，當年啊，這個伊麗莎白王太後呢，就是伊麗莎白女王的媽媽，就找了很多語言治療師把她給治好了。但我覺得賴桑呢，可能講英文的時候也需要治療一下啊。那可是我為什麼講這個？你知道嗎？因為他號稱有這個美國的這個，如果沒記錯的話，哈佛的公共衛生碩士吧，還是什麼的。就後來我去查了，原來是去讀3個暑假，所以他讀了個默劇，這個大概就是沒啥開口啊。所以這個英文的這個狀況啊，就這個坑坑巴巴的。可以理解啊，因為我們對比啊，這個鄭麗文在美國的當時他在 HR Society 啊，這個亞洲學會的時候，當場聊的時候，他其實這個英文口語還是挺地道的啊，這個就有很大的對比。那你就知道說，台灣這些知識分子，不管他真留學還是假留學，還是過水留學，基本上都是要裝着自己有點基因，包含小弟也是在裝逼，一定要說個2句英文，他台灣人家才聽得下去。說個2句英文，好像這個在台灣評論就上升了2個 level 啊，這個導致我們的這個就很難改過來嘛，有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啊，這個你確實改不過來。懂了，未來我如果有機會去台灣，然後他們能夠請我上一下政論的話，我全程講英文。哎，可以，我們只要在捷運上一直講英文，所有人都是側目我們。然後看一下，哎，這裡來的高級人種啊！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去美國交換剛回來的時候，那時候還是一個英文腦狀態嘛，然後跟外國的朋友就整個捷運都在聊英文，然後結果就看到很多人就看了一下，這樣。但是我是內心是深刻反省這件事情，就是說，這是台灣現在的一個現況，對於整個世界的感知，它的沒有辦法很快的轉彎。可是你知道美國的學界的轉變很快，我們拿一個東西來看，就是鄭麗文這一趟的訪美，他剛剛回來嘛，我們分了4個象限哦，僑界、華僑，然後學界、業界、產業界、政界這4大象限來看，僑界非常的熱情，因為呢上一次啊朱立倫當黨主席的時候去僑界連理都不理啊，這挺可悲的啊，因為大家也知道川普現在的白宮新聞室主任張正熙這個是一個華人嘛，他是個跟華裔社群有連結的華人，他不是一個那一種完全在地化的。但是你民進黨做了這麼多年對美工作，還有這個國民黨裡面所謂的藍美派做了這麼多年美國工作，你竟然找不到他的線路，好，這個我覺得就是代表你的僑界的工作做得不好啊，這是一個點。當然主要是重點華僑熱情，後面要怎麼做？因為國民黨畢竟革命沒有華僑之母嘛，這是他們的創黨總理孫中山孫總理所定下的一個方向，所以他必須跟華僑有深度的連結。然後再來看到這個學界，我覺得學界是這一次裡面反應最大的，也可以反映剛才王蕭問的那個問題啊，就是說現在的台灣轉不過來，但是美國的學界正在轉彎。我覺得裡面最重要的是 Graham Allison 阿里森院長，他是美國的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創院院長，他對整個美國的政界學界，因為我們知道美國政界學界業界其實是一個無限旋轉門，它其實是一坨人，是一夥的，他們就是一群精英統治的一個概念。而這個一夥人裡面，他們對於所謂中國崛起的懼怕、跟排斥、跟反應，其實就是來自這個修昔底德陷阱。所以阿里森就是那個修昔底德陷阱，他也跟鄭麗文做了很多的交流。他說，其實他當年是很悲觀的，不過他覺得有一個新的一個契機跟希望。那大家要了解，鄭麗文在幾個月之前，美國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啊，就跟當年韓國瑜突然這個橫空出世一樣。所以韓國瑜第一次去美國走訪的時候，效果不好，主要是僑界很熱情，但是美國的官方跟學界是相對冷淡。原因就是因為你在橫空崛起的時候，美國人到底是誰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做出判斷。而且這個鄭麗文還因為跟古立人關係不好啊，我認為我觀察了啊，就是當然官方不能說不好，但是我們就是觀察，鄭麗文都到上海了，還在打電話說，哎，你會看到1號嗎？哎呀，這個實在是啊，這個挺厲害的。所以
麗這個他出發之前，古麗還跟他說，你要阐述你的對中立場啊，你不能過於親近，像這樣。但是依然學界非常熱情啊，去了很多的地方，像胡佛學院啊、麻省理工啊、MIT 啊，還有到了華府。但是這個政界的反應就相對來說比較低調，那也被因為這樣，用民進黨趁機去利用這樣的一個空檔啊，那說了很多對於鄭麗文不利的話嘛，造了很多的謠。我今天聽他回來之後的這個記者會，他講了很多。那鄭麗文這一趟去是為什麼？這就來回到剛才蕭哥所說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政黨領導人，作為最大在野黨的領導人，他所要帶去的是他理解到一個新時代的變化，也就是說，對這個中美之間現在進入所謂的全球外交北京時刻，而美國進入凱文杜蘭特時刻的時候，要怎麼去理解這個新的世界的脈動？他該用什麼的態度去？雖然確實美方有些人對他不高興，所以透過新加坡的海峽時報放了一些消息嘛，說他很有熱情，很有號召力，但是呢，有一點幼稚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啊，所以呢，來給他一個 naive。但是不管怎麼樣，至少意思傳達到了。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社會啊，首次很認真的去回應了兩岸需要和平，在這個新的形勢之下，然後把這個聲音帶到美國去。而過去沒有任何政治人物敢做這種事，更別說隔壁棚的賴桑，都別說他這個帶什麼聲音，他都進不了美國了。他現在很懊惱，他很想去。大家也知道，這個就球體有一種叫對指點，就是你從這裡穿過地心之後，打個洞下去的冒出來的地方是哪裡？台灣冒出來在巴拉圭，剛好是我們的邦交。大陸冒出來大概在阿根廷，所以呢，這是一個地球最遠的地方。上海的對峙點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所以我微信的那個自選的所在地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原來是這個，難怪我想說為什麼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所以這麼遠的話，你一定要過境。那通常是選美國來過境。那現在賴嫂是去不了嘛，所以這個聲音也帶不到。因此，我們把上述這麼阿里阿扎講了那麼多，其實我想要反映的是一個很具體的現狀啊，就是我們把這幾個事情串起來，就知道全球的這種地緣格局的加速的變化，它一個全新時代的往前走的時候，其實大家的適應程度決定了在下一輪裡面你可以站到哪個位置上。我覺得在台灣這邊，有些人做好準備，有些人還沒有做好準備。因為我今天錄影的現在，我今天早上訪問了這個民眾黨的黃國昌主席嘛，後來我私下也跟他再聊了一下，其實有一個共識，就是說現在藍白內部亂世很多啊。大家如果稍有關注台灣時政的話，前陣子這個國民黨不是衝康派的整天在鬧事嗎？整天盯着這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就是要弄鄭麗文啊。我看那個趙少康很別扭啊，他搞了一個板子，你知道嗎？然後他不是很喜歡疊那個板子嗎？然後那個板子他拿一支筆在那邊畫，你應該有看過，板子拉，最後一張是鄭麗文，就他發現拉太快了，又把前面兩張堆了回去，再講一次再到鄭麗文，硬要牽扯，就是真的莫名其妙，所以他的收視率不是崩盤了嘛，剩0.38嘛，都不知道到底是在買原子筆還是怎麼樣。但是呢，我要講的就是說，這個就是這個站位的問題，怎麼去調整這個站位？我認為民進黨是出局了，而我跟王光主席私下在聊了一下的時候，我覺得關鍵在於說，他也同意說，現在其實民進黨其實很糟，也是因為這個壓力頓減，所以藍白內部大家就是有點紛亂，意見紛亂這個樣子。因為黃國昌一不小心撞上了這個中國國民黨最傳統的技能內鬥內行，所以這個白營內部也出現很多奇怪的聲音。所以我的意思我就在看這一局我就覺得說，你這次去 G7真的太好了。為啥呢？因為你去 G7 其實就是把一個國際的現象，它是個投射嘛。就你看到 G7 就一群小孩子穿着官服在那邊耍猴戲，然後呢來了一個嚴厲的教官叫川普然後擺了一個臉色，你們這群人做都做不好，給我立正站好。然後這每個人呢各有樣態，成績最好叫梅隆尼，好整一下。哎呀，反正我支持度高，我也沒在怕你。而且我意大利最喜歡這個幹嘛？最喜歡的就是兩邊倒，所以我現在呢跟中國關係也挺不錯的我也不怕你。反正呢意大利再差也差不了哪去了嘛。然後呢，這個幾個呢，曾經的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的馬克龍呢，衣服穿的特別大件。大家知道這個台灣很有名這個林佳龍嘛，我們的這個對外的負責人林佳龍這個之前這裡有跟我說個故事，他當年很喜歡穿着很大的大西裝，穿着大大的黑頭皮鞋，裝了自己一副老學究的樣子。在這個形象不就現在馬克龍的形象嗎？想裝了自己很有知識、淵博威武的樣子。這個梅爾茨德國人還是務實一點但是架不住我是覺得現在整體德國的衰弱沒辦法，德國之前它的點在太高了，所以它摔下去的时候會很痛。很多國家在慢慢的摔，比如法國它是慢慢的摔，所以說呢，它沒有德國摔的那麼痛。德國基本上就是默克爾卸任之後嘛，崩潰式。所以有時候都覺得肖茲已經夠爛了，這個梅爾茨好像不知道怎麼搞。而且我們跟張帝的這些人聊的時候，我就探討這個問題呢，我就說你這樣子，你不能每次只是
是跟我們強調價值觀、意識形態，說什麼這個反對极右翼。我說，但是你現在這個政府，你選上來左翼和這個中左翼，或者說這個中間派或者中右翼，你全都把事情搞不定啊！你相当于把你的机会和你的时间窗口全部都浪費了呀。那你最後不是把選民逼得向那個極右翼倒嗎？就是我說27年哪怕國民陣線不上來，那再之後呢？你能保證他們永遠不上來嗎？還是你能夠說你很有信心說通過一個法律把他們給解散？解散吧，你又不符合你們的價值觀了。我說你們真的是就是說自負手腳。因為我覺得有些時候治國理政明明是一個很技術性的事情，你說總是在上面加很多的那個標籤化的價值觀的事情，那你說怎麼辦呢？需要你講價值觀的時候，你在那邊講實際；需要你這個講實際的時候，你又在那邊講價值觀；需要你把工作做好的時候，你就一個勁在那邊說什麼哎呀我們要照顧，又要照顧環境，要照顧小動物，要照顧這個那個的。就比如我在來這個法國之前，我在德國嘛，我就去梅森回德累斯頓路上有3座橋全都斷了，然後我就說你們不修嗎？然後他說要修的，他說大概要修個10多年。我說這個河並沒有那麼遙遠，為什麼要修10年？他說這個就做事的方法。他說要先招標，然後後來看設計圖，然後又是看誰，就是這個橋啊，最後花下來的這個錢大概是能修10座橋的，但是只能修1座。你會發現在這個地方所有人都合法，但是事情就是做不成，錢沒有少花，錢1分都沒有少花。不是說他沒有錢，歐洲人有錢，沒少花錢，但是事情就是做不成。就好像那個笑話一樣嘛，人家問這個俄羅斯人說你家怎麼能這麼有錢啊？他說你看到外面100萬雄兵嗎？他說看到了。他說這就是我賺錢的方法。然後你問一個歐洲人說你怎麼賺那麼多錢？他說你看到外面100萬雄兵嗎？他說沒看到啊。他說哎，這就是我賺錢的方法。就是哎呀，來歐洲啊，我覺得我們也不要把妖魔化，就是你來歐洲的時候呢，可能稍微注意一點安全 OK 的，就是也可以，就是也沒有那麼糟，該有的日常的這些設施也都有的，然後呢享受啊花錢的地方也是有的，但是就是你就會覺得這個地方死氣沉沉，就這麼一個狀態。而且呢你跟他聊天的時候聊得不同頻，你明明能夠感覺他能夠聽懂你的話，但是這些人就是裝，你知道嗎？就是那種如果啊這是一個沒人的角落啊，手機什麼取掉你就想抽他耳光，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前陣子接受這個德法電視台就 ARTE 的紀錄片的這個採訪嘛，剛才他們的還在打給我的，這空餘的時間我就比較多時間就跟這個導演這個叫 Lucy 的女生，她是從巴黎來的，那就跟她聊了一下，大部分聊的她都還能理解，因為我們聊的是說兩岸年輕人對兩岸未來的想法，就主要就是說台灣到底是台獨維持現狀還是統一這樣子去聊。他其實你跟他認真聊，他是能接受你的一些想法。他說問我說你覺得中國有自由嗎？我說我覺得他們認為秩序第一才會有自由，他能接受這個想法。但是呢，只要講到新疆啊，哇塞，那簡直的。他說 Do you know the camp? The camp you know 一定要講一下 camp。哎，這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現在整個歐洲是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剛才才回到前面，他現在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舊貴族嘛，卡死。那我覺得這一波哦，就是說你從歐洲去看，然後你再到這個美國去看，你就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為什麼還是優於歐洲的。就美國人哪怕就是裝人家抖得怎麼樣，這個趨吉避凶。這個你看川普他可能不在乎這個那不在乎那個，但他還是抖得一點道理的吧？那個這美伊戰爭賠錢的，不能再打了。這我不小心說哈了，但是說錯地方了沒關係，大不了推倒重來，反正國家有的是可以跟我說哈，大不了明年軍費加到1.5兆啊美元，那這是我還是可以改。所以我覺得這個有一個落差對。那所以因此我們看了这個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局勢的發展的時候，那你就可以看到台灣現在的狀況。我覺得現在最近台灣的局勢發展挺有意思的，就是今年這個很多輿論，尤其是之前那個媒體叫什麼喜樂島聯盟是吧？喜樂島聯盟，它不是媒體，它是這個民進黨裡面的極獨派，就是最獨的那種堅定獨派，都叫喜樂島了嘛，就是以宗教為核心的堅定獨派，主要是跟那個長老教會是扣在一起的，因為你知道長老教會是非常台獨的。然後他們最近好像發了一個，就是說可以談。我看是不是島內的這個輿論風向在轉變啊？其實有這樣的一個狀況，而且你想哦，他說的可以談，這是價格嘛，那不就跟賴桑的併購說是一樣的嗎？其實我要講一個就是這個概念，就是說當整個大環境形勢變的時候，這些人沒有大家想象的這麼強硬。但是台獨本身不可怕，但是台獨造成的意外很可怕。這個我們是要戒慎恐懼的是這件事情，所以不能讓台獨小孩開大車，這一點很關鍵。因為台獨如果可怕的話，大家就想一個事情嘛，車臣獨，現在車臣的卡德羅夫，那他老爹呢可是車獨分子啊，這個他就變車統分子了。那所以你說這是最大的最擁護普丁是 daddy 的，那不就小卡德羅夫嗎？當年小卡德羅夫年紀都還不能當總統，普丁一直把他卡在那邊2-3年，就是要把他卡到他可以當總統為止。這個概念是這樣，我從來不認為台獨有什麼這個困難，但是他掌握的這個機器確實會制造很多的混亂啊，比如說用司法，蔡正元博士現在還在蹲牢子嘛，對，我們這
個中天的記者林承祐馬德也還在蹲牢子嘛，每天這邊勞管勞力啊，我都很擔心，是吧？那最近台灣鬧這個大事件啊，這個 Meta 全球搞事，把這個 Trade 給下架了嘛。這個台灣是世界 Trade 的霸主，台灣有2000萬人，但有9000萬個 Trade 賬號。那我也中槍啊，搞了3天啊，我的天吶哈！然後結果你看八囧啊，那個民視啊，2個小時4個小時就恢復了。我等了幾天，後來我真的火了，我發了一篇就說這裡面有問題，一定有狀況，哎，馬上恢復了。哦，所以你就說這個讓這些台獨勢力去搞，因為現在的 Meta 在台灣的負責人叫范剛浩，他是小英的新媒體社群中心的第2任主任。因為我這個賬號出問題之後，我去拜托台灣一個國民黨裡面搞這個資訊科技的叫做葛如君委員，拜托他去幫我弄。他說哇，怎麼窗口全換了，變這個范剛浩，他也嚇一跳。哦，這民進黨挺厲害的，這個到處滲透。所以其實我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你就知道這些台獨分子哦，他在搞這個事情的時候，他確實會對台灣內部形成很大的壓力。3不5時可以搞一下。我們那個黨外在野大聯盟的粉專2萬多粉，我都沒有下廣告，我就是發片啊，發這個，因為我是負責維運嘛，我是黨外在野大聯盟的共同發起人之一嘛，就趁這一波亂就把它幹掉了。現在我們知道重開一個新的，現在只有200多粉，明天遇到鄭主席還得跟他報告一下。就他就趁亂，我現在找不到去哪裡申訴啊，我挺頭疼的。就他這種搞事的能力他是有，所以其實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我覺得今天我們的命題還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說你看到 G7的鬧劇的時候，其實這種鬧劇發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啊，美國也在鬧劇啊，台灣也在鬧劇啊，感覺這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好像就剩大陸的感覺，就大家真的蠻認真在生活的。對，有工作做工作，有事情聊事情。我總覺得，对，歷史哥最正經的時候都是在跟大陸的博主連線，平常還得插科打諢一下，上節目還得講得太認真啊，好的，大家說歷史哥在說什麼，聽不懂啊。這挺頭疼的。可是這個業力哈，我比較擔憂的是，它會回向給現在的台灣在未來的一個選擇上面。因為民進黨這樣搞啊，他們信不信，賴清德信不信，我們不敢肯定。但是他下面那些傻青鳥們，他是相信，相信沈伯洋有超能力，相信沈伯洋既懂巴哈，也懂巴哈姆特。巴哈姆特是台灣最大的動漫網站，就是說你就覺得他什麼都懂啊，他也懂城市治理。他最近提出了一個神之理論嘛，台北的內湖哦，因為它是被那個基隆河給隔開，夾在陽明山跟基隆湖之間，所以它那個腹地有限，但它有一個當年馬英九搞了一個內湖科學園區，很多的就業機會在那邊，但它大概有20萬人的一個住戶差，所以天天塞車。你知道過橋嘛，就是要堵，這個道路就是這樣嘛，就過橋就擁堵。怎麼解決呢？很簡單，住辦合一。內湖就是沒空間，不然大家誰不想住在公司旁邊呢？每天上班這種人，你看他在選我們的這個首善之都的市長，代表民進黨，只是他的背後是為什麼？因為當時賴清德的政策就是要貫徹他塑造2026年是一個台獨，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抗中保台的對決之年，它就是這樣的概念。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在看到全球大勢在變化，中美關係在變化，帶動的兩岸關係在變化。有些人看到的全大勢所趨，但有人看到的是另外一種大勢。那現在趁着全球亂局，我繼續上下其手。川普也在創造一個亂世，我天天畫 K，他已經創造美國總統史上之最會操作股票的，而且這還是明碼的。那這暗碼的在哪裡？我們都不知道了。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啊，就是看到這樣的亂局，你就有時候小時候看那個 G7是哇，現在是啊，小的时候看 G7可高大上了，就是現在就是覺得大家在這邊貌合神離，表演大於這個實際。所以最後一點時間，我們來問一下蕭哥了啊，就是說，其實我們今天把這幾個事件給它串起來之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了一個趨勢在往前走，然後大家的自適應性各種狀況也是很巨大的不一樣。那你這一趟走了一個 G7啊，你是不是可以給我們看到，就是說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的局勢它會往哪一個方向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或移動，或者說我們講到說川普定義下的 G2是怎麼樣來形塑這個新世界的一個秩序？我講幾個猜測吧，就是說也是根據我觀察的猜測，但是這個猜測反正是咱不能做保證。首先，第一，歐洲如果繼續是現在這個情況，歐洲會右轉，歐洲是肯定會右轉，不管是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其實已經轉完了。大家如果說認為右轉這個事兒那麼恐怖的話，其實意大利已經是極右翼執政了，所以你也就知道，就是它到底能有多恐怖，其實也不用覺得有多恐怖。我覺得今天歐洲人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在这無能，所以說极右上來呢，能量也很小啊，這個是我能看到的一個。第二個叫做俄烏之間其實是一場走向一種共同的消耗。烏克蘭其實已經我覺得叫做半亡國滅種狀態，因為男人已經打掉了嘛，打光了嘛。那你想男人打光了，然後呢，這個基本的經濟循
環已經打光了，再加上它的国內一些有價值的資源已經被歐美给掏走了，那麼剩下來的那些要麼是老弱病殘，要么呢是这个年輕的女性。年輕的女性呢，歐洲有非常非常成體系、成體制的這個人口買賣和毒品買賣的這樣一個條線，而且他們有這很強的特殊服務業嘛，所以這專治人與人連結。所以說，當一個國家男性消失和這個正常的經濟生活消失，那可能這些剩下來的老弱病殘還有婦孺，可能就會變成別有用心之人的目標。這個是我覺得烏克蘭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你曾經可以有機會做俄羅斯之外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它其實之前的體量是跟法國一樣的嘛，你其實有機會做歐洲最強的國家，但是由於這個政治上面的幼稚，所以自己今天把自己搞到這一步。當然同時另外一點是俄羅斯其實為了這場戰爭付出了很多，因為這場戰爭持續到今天，俄羅斯的經濟其實也是非常難崩的，只不過俄羅斯它找到了一條不需要和歐洲或者說歐美強連接的一條路，而他找到了這個新的，我們不說朋友吧，對我們這國際政治上面我比較反對用這樣的詞，我們說這個他找了一個新的解決方案，這個 alternative 這個解決方案呢還好，不是像歐美那麼非人類的性。中國人人性上面還是我認為是優越於這個歐美的，雖然他們喜歡講價值觀，但是我們比他們簡直像人多了，他們抽象的人太多了，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強調的。然後呢，美國呢，我覺得他還在進一步的朝着他帝國衰落的這個方向在跑。你不要去糾結什麼股市，就是股市不能夠解決他美國的核心問題。很多人說什麼定投納斯達克啊，就一定贏啊，但是我這最近參加理財王這個遊戲啊，我也不太好去聊股市，對吧？我這個表現的相當一般。我有看到你那個所以我也不聊股市，我只是說我們從那個國際結構上面來講，就是美國呢，它現在它最緊要的問題是解決自己國內的問題，而不是國際上的問題。然後的露出來的這些風，比如說伊朗，它就已經能夠變成我們所謂的叫做美國霸權的一個標準線，就是你如果比伊朗弱，可能呢你還要去掂量自己搞國際運作的一個能力，但是你如果比伊朗強，那可能下一步你可以搞很多動作，你不用害怕。所以我們會遇到一個叫做更加亂的亂世，這個是我看到的。然後中美兩國主要還是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大陸本身國內我們有這個你說內需啊，然後發展的不平衡啊，然後這個收入問題啊，然後等等這個社會兜底的問題啊，貧富差距的問題也是不能回避的。所以說其實下面整一個世界它是要先進入一個亂世，而我們現在可能是在逐步看到這個亂世的一個成型。而以前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的國際結構 ，G7 也好 ，G20 也好，然後呢這個 IMF 也好，什麼世界銀行也好，聯合國也好等等的，甚至美元體系也好，我們都會在未來的日子裡面不斷的看到我們過去的偏見與我們過去的常識正不斷的重新自我瓦解和重建。而以前很多人他們堅信不會改變的東西，也會不斷的瓦解與重建。這就是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一些未來的一個趨勢。我想啊，其實王小剛幫我們很好的整理了整個變化的一個移動。其實，在這個大潮當中啊，我覺得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照妖鏡。很多人問我說，26年、28年，你們現在在野黨藍的白的內部亂七八糟，那搞成這樣能有救嗎？有希望嗎？那個百年蛋黨還能夠救嗎？其實我覺得不是什麼百年蛋黨能不能救或怎麼樣，當然它有各種主客觀條件啊。其實民進黨也在腐敗嘛，這個我們就是很明顯的看出來。民進黨現在這個監察委員的事情弄得簡直是3審定讞的事情都還敢伸手進去干擾這個司法。這個監察院提出的糾正報告，那法院得重審，3審定讞他都敢。而且那個報告完全就是什麼？完全就是那個被定罪的那個權貴被告的律師寫出來的，或者他的相關寫出來，這樣也可以拿來用，完全不演。那這個就是什麼？這就是一個王朝末年症候群嘛，腐敗。但這個腐敗的原因是什麼？因為他們吃過了一個很大的高峰，也就是在中美這個我們說新冷戰的高潮的時候，他們達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高度，在台灣達到了817萬票，就是蔡英文那個時候，所以他這個腐敗就是映射出來的。國民黨至少有鄭麗文這樣，他在看到這個大潮，他正在做移動，他能不能成功也仰賴於他個人的能力，但是也有這個大潮的推助。那你也看到民眾黨也換了一代黨主席嘛，從6字頭的柯文哲換到了現在5字頭的黃國昌，年齡跟鄭麗文比較接近，那他們在政治上也互相支援跟支持。那黃國昌以前在太陽花的時候，那可是開口閉口中國是敵國啊，這樣子這狀況。那今天我採訪他的時候，他直接來了一句中國大陸，哇！
這是我當年看到的國昌老師嗎？是當年那個太陽花的大導師嗎？這個我其實也是今天暗自讚嘆在心裡。我只能說，我還是挺佩服老師的。老師是懂這個能屈能伸。哦，好，不好意思，这你講的啊，我還要反問答。所以沒關係，算了，兄弟說的算我說的。好，那都好。但是我說這就是時局的變化嘛，因為他也才去美國回來。那我覺得這裡面就反映了一個，你看民眾黨現在想走的路線是什麼？本土派，但是不排斥跟大陸和平交往，也尊重這個所謂的 ROC 憲法的框架，也就是一中憲法的框架的去做個解讀。所以這就是我們剛才除了剛才王小補的世界這塊，我把台灣這個小櫥窗也給你映射一下。那這個會對2026年的選舉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就是藍白的整合異常的順暢，因為大家掌舵者看到了這個大勢所趨，而掌舵的人都紛紛換到了5字頭。就是50幾歲這個階級往下換了一代，我想這是這裡面的一個很大的關鍵。所以，因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就覺得說，總是還是會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總是有人能看到這個時代的趨勢，但也有人抓不住。到底接下来怎麼變化？我覺得大家就緊抓一個狀況，就是常看島島連線哈，你就可以知道世界大勢所趨啊。那在大勢所趨當中，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該如何趨吉避凶。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OK， 今天拉拉雜聊了很多啦，那就是因為這個蕭哥那邊的條件呢，也是比較克難一點，但是還是挺好的。在 G7 現場一手抓到的消息，這很難得哈。這個我覺得我們這個島以後，感覺這個背景會越來越多元吶。總之，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變化哈。那所以也希望給大家一些啟發啦。我們自己也在這個思考當中。其實我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那個王蕭現在在王蕭 ever 這個賬號那更新的這個新的系列嘛，跟狄東升老師的對話，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因為裡面講到了很多一些趨勢，而這個趨勢下次也許我們島也可以來聊一下，就是關於接下來世界該怎麼變化這個。金融危機，你看高志凱老師最近高聲嚷嚷，12個月到18個月一定 AI 泡沫會爆啊！這個我最近看他這個太可愛了，他說從今年1月1號開始算起啊，所以就是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會接下來看。當然我們不是國際分析師啊，這個投資理財有富有賠啊，有賺有賠哈，這個操作前呢啊，請自負盈虧啊，這個還是得跟大家說一下。那所以我們呢就把這個趨勢給大家說一說，然後接下來我想這個美伊的這個和談確立了。然後後面再往後推進，我們會看到一個嶄新不同的世界，因為你會看到，如果美國真的對伊朗放手，那是對中東是一個大地震啊，那是一個很巨大的一個事件啊，所以我很期待哈，就見證歷史，就是我們這些學歷史的人特別喜歡的一個事情。那今天呢，我們就聊到這裡啊，那我們就希望大家記得，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記得長按3連點讚啊，分享，然後呢也可以加入我們的這個不管是充電啊還是艦長啊，然後這個歡迎大家一起加入啊，然後或者是按讚訂閱分享，在 YT 看到的話，感謝大家。那我們繼續呢，超越極限，變得更強。我們下次再見，拜拜，拜拜。